我们最怕的一个急性的并发症叫做甲状腺风暴。对，这个发生几率大概如果甲状腺亢进的病人，尤其是要面临手术麻醉一个 stress 压力，这时候大概比例大概有将近要1% 左右，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各位观众，你们这个期待已久的一个问题，我们终于找到这个非常专业的赵医师来帮我们解答了。那赵医师呢，他的新陈代谢的这个部分呢，因为他职业很久了，在这个领域也很久了，大家突然会想到说，我们要做医美跟整形，跟新陈代谢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有很多的人呢，尤其是很多人呢，他今天他想要回春，他不是20岁的人，他可能身上有些新陈代谢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有时候问我们，我就觉得说要怎么解答呢？还不如我们来请赵医师来帮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好，赵医师，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也非常谢谢您今天特别拨空来这个礼拜天，还特别来跑这一趟哦。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个糖尿病应该算是在台湾应该算是国民的疾病了嘛，对不对？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说我有糖尿病，那我可以做这个一些比如说打针或者是手术吗？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其实一般糖尿病对于手术这方面是可以进行的，可是因为也需要做一些事情一些评估，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那也可能会血糖的控制好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伤口的愈合，还有一些有没有感染术后的感染的问题，都需要做一些考量，所以在一般我们在评估要手术当中，术前、术中、术后的考量，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考量方式。尤其在术前的方面的话，我们一般血糖的控制是蛮重要的。那一般血糖控制过高过低，这个都会影响到手术的一些成败跟伤口的愈合能力，还有感染的问题。那一般我们评估方式就是会先测一个最简单的糖化血色素，我们一般说的 HbA1c，这是代表最近这2-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值。那一般我们建议说血糖控制在7以内，7% 以内，对于伤口的愈合、避免感染这一方面会比较安全的，就比较 OK 这样。对，那另外可能还有第2个评估，可能要看看我们的血糖波动。血糖波动越大的话，你高低血糖差距越大的话，对于术后的一些伤口的愈合能力一定会有影响。低血糖、高血糖都不适合。一般我们建议这种血糖波动要尽量减少，小血糖波动。那所以我们一般也会建议病人在术前血糖波动尽量不要让它变大，所以一些高升糖指数的一些饮食方面尽量要避开，像一些含糖饮料，我们台湾很多手摇杯啊这些，对，尤其是年轻人又很爱那一些精致的淀粉类，像面包啊、面啊这一类的精致淀粉加工过的淀粉，这个都会影响到血糖波动。手术前就要开始注意了。对，手术前就需要把你的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内，血糖波动让它尽量减少。那手术中呢，也要建议到，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有些会有合并一些肾功能不良，肾病变的发生。那这时候你手术当中的一些麻醉，像麻醉的药品啊，一些代谢作用可能都会影响到。所以手术中就会评估它的肾功能方面。那术后当然最重要还是术后的一些伤口的管理、护理方面，还有避免它的一些感染，伤口的愈合才会加速。所以血糖的控制是很重要的。所以一般在糖尿病的病人在安排要手术当中，我们一般都会一个整体的完整的一个术前跟内科或者新陈代谢科做一个讨论，看看我们的血糖的稳定度，稳定的话，对这个手术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伤口也比较不会感染，愈合也会加快。哇，我觉得赵医师讲的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像有时候客人来了就是说，你们诊所有龟毛其他诊所都没有抽血，你们为什么要抽血啊？心电图什么？因为我们诊所有固定的麻醉医师，那他要看你肾功能有没有问题，才有办法调整这个药啊。然后我们也就是要注意你这个抽血的 data 有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评估。不然常常有些人说，这个也没有很复杂，你们干嘛这么小心？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除了像这个糖尿病，我们刚刚提到他术前要注意这些事情，那他术后的时候那些饮食大概多久内也要特别注意这个升糖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术后的血糖的管控过高过低，都还是会影响到你的伤口的愈合跟感染的问题。那术后的饮食有一些专业的，像我们可能也会照顾一些营养师，我们这些糖尿病卫教师，甚至有一些糖尿病，如果说你在做一些下肢，末梢的一些手术的话，下肢我们一般有听过糖尿病足，一般的下肢的一些皮肤的状况、血管的病变、有没有神经的病变，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糖尿病足的一个愈合的能力。那饮食方面，当然我们尽量避开一些高升糖指数的一些饮食。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有关于一些含糖饮料，尽量不要喝。精致的淀粉，如果要用淀粉的话，尽量用一些圆形淀粉。圆形淀粉比较不会升高血糖值。那像水果类的饮食，可能都需要做管控。所以水果也不能乱吃。对，水果不要吃。不然那之前有客人跟我说，水果不是很多维他命 C， 可以让伤口愈合，多吞一点。其实糖尿病反而要特别注意。对，有些人还狗夹吧，搅一搅，那个量都太大了。是。那像他们平常有在这个吃这个血糖药，或是甚至是打胰岛素的患者，他们术前跟术后剂量有需要调整吗？还是就是照平常这个样子用就可以了？当然，因为如果说他术前，一般我们会先评估他的 HbA1c， 是 HbA1c 一抽血就可以大概知道他最近这2-3个月的平均血糖值，就大概知道他的状况，血糖控制好坏。假设 HbA1c 太高，那有可能你的术前血糖控制不良，可能一些血糖的药物或甚至胰岛素的剂量可能都需要做调整。对当然也不能过低了过低的话也是有一些血糖过低的话也是对病人也是有一些 stress， 一些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对，所以一般我们希望血糖能够控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过高过低都不好。那如果它本来稳定了，就照常这样子使用就可以。对，一般因为现在的药物有很多种，有些药物是不会引起低血糖的风险。一般我们在手术前可能会先 NPO 先禁食。这时候如果有在打胰岛素的病人，一定就是不能打。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就不要打。有一些药物，包括会引起低血糖的口服降血糖药物，这个都要先停掉。等到能够禁食之后，再慢慢恢复它的剂量。那有没有说哪几个是会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在手术当天要特别注意的哪几类啊？对，口服药物里面，现在目前台湾的降血糖口服药物大概分为6大类的。它比较会影响到低血糖的，就是沙布尼瑞那一类的药，像阿妈瑞蛮常用到的。或是比较短效型的 SU， 我们一般说的 Nomorone这一类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都是属于会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所以如果你没有吃东西，你在吃这个药，就会引起低血糖。那另外胰岛素不管你是哪一种剂量的胰岛素，都会短效、长效、混合型的，这个都会影响到低血糖的。当天就要停，一定要停。手术当天对 NPO， 如果不吃东西就不要打。哇，讲到这个，我才突然想到，就是前一阵我看一部电影叫什么《逆行人生》，它里面就是那个有糖尿病的人去跑那个什么外卖就我太忙了没吃东西，打胰岛素，然后就昏倒了。就很像，如果你今天手术前你要空腹，空腹的时候就不能打胰岛素，免得血糖反而太低。对，很多糖尿病的人，他可能肾功能本身就不是很理想。那像这些糖尿病的人，如果他又合并着这个肾功能比较差，甚至要做血液透析，那这种是不是就是手术的绝对禁忌症，绝对不能开？有这种说法？其实糖尿病如果有在做血液透析的患者，其实他的一个手术一定要，当然手术是可行可以的，可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要评估。这个手术的可行性呢，有几个评估的方式。第二，你要先看这个患者他整体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你会看他透析的频率，另外血糖的控制是否良好。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手术的急迫性、紧急性到底真的有没有急迫？所以一般血液透析的糖尿病血液透析的病患有下面的一些考量。第一个，血糖的控制还是很重要。过高过低，这个都对血糖、对伤口都是禁忌。第二个就是说，你糖尿病的病人有合并已经在洗肾了，肾功能它其实已经是不好了。所以在术中的一些药物的代谢作用，这个都会影响到。
再来就是说透析的患者，一般要手术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他在透析后，透析后来做手术，相对会比较安全。因为透析后有可能会把你的水拖出来以后，你身体比较不会有水肿。那也会减少你的心脏的负荷量。增加让心脏功能比较好，比较不会有一些危险。另外血液透析的病患可能会常常会合并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因为等于你的肾脏功能已经变差了，肾功能不好，你的心血管连带关系，所以心脏的评估非常的重要。所以术前我们会可能基本的心电图要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心律不整的问题，照个胸部 X 光，看有没有心脏肥大，左心室肥大，心脏超音波看有没有心衰竭，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危险性比较高的。所以各位如果听到之前我这个帮客人排去做了心脏超音波，客人念到不行啊，那我们是为你好，不然你干嘛自找麻烦，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也怕风险。我们只希望把手术做好，然后安全的让大家可以这个变漂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糖尿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渗透全身的慢性病。那有没有这些术前他们要特别注意预防的事情？就是除了控制血糖之外，比如说这个可能天气冷啊，还是什么哪些状况，我觉得要请这些有糖尿病的人，因为糖尿病的人实在太多了，要特别注意的。一般我们糖尿病病患在做开刀手术前，你可能也要先除了血糖控制之外，我们可能也要评估他的哪些并发症。糖尿病是一个全身的一些疾病，它会影响到全身的器官。我们最常分类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会分为2大类，小血管并发症跟大血管并发症。我们一般说的小血管并发症就是从头到脚，视网膜病变、眼睛的视网膜病变、肾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病变，这些都要去做评估，因为这个都会影响到你术后的一些伤口的愈合跟感染的部分。像肾功能，我们的评估方式简单的就是抽血，看他的肾功能 eGFR， 然后一定也要请病人去验小便，看他有没有蛋白尿的出现，这些都是评估他的肾脏，因为肾功能不好不良会影响到药物的一些代谢跟作用。那末梢神经病变有关，尤其是下肢末梢，有些病人没有感觉，他里面有伤口他也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你尤其是手术方面，在下肢末端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伤口的愈合的能力，这个都会影响到。那大血管并发症的评估方式就包括心血管、心脏，心脏的评估很重要，因为像很多糖尿病病人，一般我们做大型研究发现说，糖尿病病人你应该要把它想成说他已经有曾经过心肌梗塞过了，要把它当作对，有发生过一次了。所以糖尿病的心脏评估很重要。最简单的心电图，很多糖尿病病人有隐藏性的心衰竭，不晓得，这一部分越来越重视。心衰竭这一部分，那心衰竭可能如果体液过多，有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这个对手术的麻醉风险都会加大。另外一个就是周边血管，大血管里面有周边血管病变，我们一般说的 PAOD， 动脉周边血管病变，那典型的就是血管不通，你摸它的足背动脉消失，或是手脚会冰冷，循环不到那边，相对的你如果在那边有做伤口，那伤口愈合一定都有问题。所以糖尿病组这个评估，包括他的皮肤、神经、末梢血管，这个都要很重要。这些事先的评估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很多关于这个糖尿病它已经是台湾的国民病。但我发现，因为来做医美整形，很多都是女生。那女生还有一个也很常见问题，就是甲状腺。好多。但我想请问赵医师，就是说甲状腺亢进或是低下，这2个会影响伤口愈合，或是影响之后的肿胀的问题吗？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都会影响到伤口，都会影响到伤口，不是只有低下而已。对，因为甲状腺素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还有一些组织修复再生能力，包括一些免疫系统都会影响到。所以这个对于手术术后的一些伤口的愈合会有影响。所以一般如果说甲状腺功能，一般我们建议在术前一定要先做评估。甲状腺亢进的顾名思义就是新陈代谢过速，
过快，所以这些病人呢，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心悸啊、手抖啊、焦虑啊，那新陈代谢过快的话，你的组织再生能力、蛋白质的合成会减缓，有可能就影响到伤口的愈合。所以过快也会对，那焦虑、紧张、心悸，这个也会让你的手术的一个风险增加。是我们最怕的一个急性的并发症，叫做甲状腺风暴。对，这个发生几率大概，如果甲状腺亢进的病人，尤其是要面临手术麻醉一个 stress 压力，这时候大概比例大概有将近要1% 左右，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甲状腺风暴是一种急症，它的临床表现就是会发烧啊。心悸啊，呼吸急促啊，甚至有一些会昏迷，死亡，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急性的并发症。是。那相对而言，甲状腺低下是属于顾名思义就是代谢变慢，新陈代谢率变慢，所以这个病人的临床上症状就是有些会呼吸减缓，然后心跳变慢，皮肤可能会干燥，会有一些水肿的问题。那甲状腺低下如果没有控制，又面临手术的话，这时候一个急性的并发症叫粘液性水肿，这个发生的比例当然不像甲状腺风暴那么高，比较低啊。那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一些65岁中年以上的妇女比较常见，它临床表现就是代谢变慢，可能呼吸很缓慢啊，呼吸衰竭啊，心跳很慢啊，然后甚至会引起昏迷。这些组织的肿胀，这些都会干扰到我们的伤口的愈合的情况。甲状腺功能的检查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有病史，年轻女性蛮常见到的。其实我们很多三高的病人都有合并肥胖的问题。是，我常会跟病人讲说，你的源头就是肥胖，很多人是源头肥胖，是你只要把你的体重有效的控制下来，减下来，你的药物三高的药物马上甚至可以减少，甚至有些病人我们有亲身体验，很多病人是肥胖引起的血糖高，是，把体重降下来之后，血糖要减下来，甚至不用吃药都可以控制得很好。所以肥胖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们那种手摇杯啊太多，饮料喝太多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其实我本来也是肥胖的受害者，看过你之前的照片，是的，有，现在现在变帅哥了，然后肚子很大，对，所以我很多老客人啊，他们在疫情前，因为现在有个国外客人疫情没办法来，然后一来，我那天有一个客人，他在马来西亚，然后大概快5年没来了，一看到我，然后他就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医师，他说张医师不是这样。很好笑然后我就会开玩笑说，对了，因为我哥在忙，他请我帮你手术，他就说那我不要开了，我说可是我是他弟啊，他就交给我说不行，他就说我只给张医师弄。后来护士就说，因为他们都叫我老大你不要闹啊，他等一下真的以为你不是，后来我跟他说是我，你听清楚我的声音是我，他整个吓一大跳。你有什么方法？有，那个我那时候搭配的一些方式，其实。如果这个镜头前面有观众啊，到时候想要知道我怎么减肥，再私讯我。今天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我们可以听到赵院长、赵主任他在这个新陈代谢科的这个多年来超过20年以上超过30年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其实在变美的过程中，其实安全很重要。对，很多人变美是不要命的，这是不 OK 的。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秉持我们节目的原则，把真实的医学的知识传播给大家，好让大家如何变美、变得健康、变得安全。非常感谢赵医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拜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
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